好吧？这个黄珊珊本来大家认为她可能有事，她没事了，为什么？我们看一下。在检方的调查发现，2022年10月18号，经华城取得建照，柯文哲隔一天收贿1500万元，在 Excel 写上2022年11月1号小审1500审罄金，随后又传讯息给黄珊珊说，未经小审已给过，不要再找他。而黄珊珊也回2次，明白了，跟所谓1年前的1600万。说他这就是坦诚收受汇款，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这些简讯是罗织入罪，故意要去陷害他。但是黄珊珊是很厉害的，因为有人去统计过，他一生的政治生涯，他换过的党，其实也在台湾也算是排在前几名的啊。那当然也有人有他的道理，那你要看看到底你坏。但是他是很厉害的，因为他这一次就是说现阶段到目前为止，他是这安全下庄啊，很多人就解释说什么因为他学法的因为毕竟通通看起来学法的要比学医的行，你知道吗？因为学医的法律训练都太脆弱了，所以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都乱做，要学什么雍正啊，学什么毛泽东啊，学傅作义的女儿这个乱七八糟。但是黄珊珊他们赞美，很多人都赞美黄珊珊有一点，他是说关键的东西他的章不干。他上面就没有他的账，所以你怎么要抓他的把柄是不容易但是我觉得太厉害了，这个算是很厉害。但台大法律系的高材生但是就算你关过，我觉得你把自己的未来，我觉得他对政治还是不能忘情但是你把自己玩死了。好吧，政治现金呢？柯文哲为什么被指控说侵占超过6000万？募款小物说有4133万，肖像权授权1500万，众望基金会的钱挪用827万，然后呢有600万你的政治现金呢，他没有存到专户里面去了那另外呢，这个柯文哲说这个不知道穆可汇了450万到他的户头里面去，后来他的起诉书里面就讲说不是，他有的450万汇到他们户头里面。那他太太还用244万汇给儿子，因为1年的我们的赠与额是244万，所以你送240万不用交这个是赠与税了240，他儿子用240万里面的大概99万去买股票了，所以这个其实都有金流嘛这就有金流了这有金流。那所以柯文哲很麻烦，就是说他也许有些可以脱身，但整体来看。因为贪污这东西不是说你要贪1.5亿才叫贪污呢，你贪15万，那个高虹安才多少钱高虹安最后也不过就几万块，我们就判那么重这个贪污这种东西，只要你被抓到是贪污或是图利，它就是多少年起跳了所以就算这个没有，那个有也不行就除非通通那个证据都是没有的好，那这个柯文哲说现在心情跟黄信介那时候国民党特务就一直跟着他了。后来好像我听黄信介讲，他去吃饭的时候呢，所以叫那些特务一起进来吃了。然后你们都很辛苦了，一起吃来吃。因为那时候我当立委的时候，黄信介也是立委了，所以我们中午常常一起吃饭那周瑜修就说呢，政治现金捐款本来就可以依法支配我们本来就可以支配，你怎么管我们怎么用呢？那另外呢，这个周瑜修说，为什么赖清德可以？柯文哲不可，那他们现在就举这个说众望基金会跟民进党的基金会也是一样民进党有一个什么基金会叫做新境界基金会那你们新境会也是这样运作的那这个李永昌就说他误导视听，说新境界呢跟众望是不一样的运作，这个是不一样的等等等等好，那么另外呢，这个柯文哲成立穆可公关所以呢这个。他说：“为了找负责人，费了一番功夫啦。原来是找陈佩琪的姐夫啦，没下文。大概陈佩琪姐夫大概不愿意去做，后来找李文忠的妹妹李文娟，告诉他说要经得起特侦组盘问是先决条件，他事先就已经知道了那这个因为肖像授权费450万嘛，柯文哲就说木可是比照扁帽工厂小鹰3号扁帽工厂小鹰3号也都这样干的他们都没事，为什么我们就有事呢？那另外呢，政治现金买股票，柯文哲说买股的人是陈佩琪了我怎么知道他去买股票呢？看起来是他儿子了那另外呢，被件起诉说柯文哲曾经传讯给他太太，只是他要营造被政治迫害了。不过陈佩琪还是安全下庄了，我们看一下。
北检认定的不法金流中，政治现金占最多，将近7000万。一项项摊开来看，民众党反呛赖政府政治迫害。竟然是因为演唱会票的价格很高，所以就等同政治现金。这是什么逻辑？中央基金会的运作模式跟民进党的新境界文教基金会并没有实质的不同。修自己当时在民进党青年发展部的名片，就是因为被人查出柯文哲和大账房李文宗涉嫌背信，共同挪用中央基金会827万多元款项，用来支付总统大选近半员工薪资。检方认为，就坐实了中央基金会是柯文哲的私人小金库，而且直通党库。是安怎赖清德可以，柯文哲该死，跟蔡英文前总统的小英商号，跟赖清德的赖上小铺一模一样。解释木可卖竞选小物手法是比照民进党，而柯文哲还被指控利用木可公司侵占政治现金，占有金额大约超过6000万，其中包含竞选小物。北检认为募得款项应该存入政治现金专户，但柯文哲却以木可好店募款来规避政治现金法。现在部分金额，北检申请法院宣告没收和追征。柯文哲的竞选总部是被害人，会被认为违反法令而需要依法没收，我相信这个应该是要由木可公司来加以回应。但像是国民党2次竞选发言人林涛就说，政党在竞选期间推出小物，像是国民党是由青年部推出，民进党也是青年部门，都遵守法规，以政党或竞总财务依法申报，不可能自己大开巧门规避收支审查。还有起诉书揭露柯文哲侵占民众党政治现金600万。看完柯文哲的起诉理由，民众党紧咬没证据，但还有疑点要理清。那徐府就你们认为到底这个你们的什么众望基金会跟那个新境界，还有木可跟小英商号扁帽工厂到底相同在哪里？好，我先讲一下那个刚刚讲木可的部分，因为现在看起来检方是说木可所有的盈余，它都是侵占所谓的政治现金，因为这些都是应该都是募款，包括了 KP 秀这个8800，我先讲这个，因为这个活动呢，我记得那时候是有一个尼奥公司来承包，在这一次的整个政治陷阱里面也出现过这个公司哈，它是由木可公司委托尼奥公司，甚至在那时候柯文哲都还没有所谓的竞选专户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筹备了，然后这个活动在7月开始，然后检方的说法是说，因为这个票价8800，所以不值得，所以这个不值得，所以这明显就是因为它是所谓的就是不值得8800了，不值得8800，所以这里面算是他的政治斗内。我觉得这个是有点牵强，因为这个就是商业活动，就一个是尼奥，一个是木可，出来之后盈余77万回到了木可，他认为这个77万应该要回到竞总。可是这个很离谱的事情，这个企划已经在前面，竞总的甚至政治现金专户都没出现的时候，怎么会回头去给一个后面的钱？那再来呢？木可商号这个事情，我要想的是说，我自己这次看到在起诉书里，因为他们在每次的造势场合，他们会去卖衣服，他们本来就有做自己的衣服去卖。检方的用词是什么？他说，民众呢是拿着现金，然后要捐献给民众党，然后这个木可商号呢就给他一件衣服，但是木可商号居然把这个捐献的现金存到了木可的账户里，不是，这个就是他们自己的衣服，他们自己卖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是合情合理，而且是有开发票的，募款小物是开收据。自己的商品是开发票，有公司了。这件事情是非常要确立清楚，因为刚刚我也看到新闻里面讲到说什么民进党的青年部都是来做这募款小物，这个合理，因为他们前面有这个点数在换送。可是呢，如果大家去看那个赖商小铺我记得去年11月的时候，还有一个所谓请鸡排妹去当一日店长，直播清清楚楚，在柜台前面是一个 Line Pay 不会到政治现金账户。然后鸡排妹把这个发票放进去说，你的发票在这里了，进去了。如果以北检这样子认定的话，那在赖商小铺，在竞总办的赖商小铺，这些为了赖清德而来买的这些商品，是不是政治现金？这个是大家必须要知道的问题。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关于这个民众党说这个他们这个木可那还有众望，那你们民进党也有什么？那时候扁帽也卖，蔡英文也有小英商号，赖清德也卖
那你们有一个新经济基金会，那不是你们就可以，我们就不可以？来，你讲。我觉得大家真的不要混淆视听哦，因为民众党现在在做这样子的一些比喻，真的是非常离奇。为什么呢？其实简单的事实而言，先讲这个智库的部分啊，其实新境界就是党的智库，是党透过中常会的决议成立了，成立之后是由党去支持的，党去捐赠的。那党的捐赠就是这个智库帮党去做政策研究等等等等。所以其实事实上，我自己也参与过这个新境界的一些活动。其实当时它其实是一个幕僚机关，去召集不同领域的学者共同来开会讨论政策的制定等等。这个跟民众党我们看到的这个智库啊或者基金会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因为它众望它几乎是一个独立的团体啊，它是社团法人，它是社团法人啊，它也不是党透过中常会大家成立决定，也不是党的决议，也不是党主席去兼任等等。所以似乎大家会觉得说，他成立的目的跟参与选举的这个结果，似乎是完全目的不符的啊。所以这是第一个部分。所以这个柯文哲相关成立这些组织，大家会觉得只是用来规避这个所谓的政治现金的相关规范，而不是真的作为党一个附属的一个智库组织。第二个，针对这个小英商号也好，就是对不起这个小英商号或者是赖场的这个店铺也好，其实关键是什么？关键，民进党有任何的组织把个人肖像权的相关费用汇到个人账户里面吗？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如果今天这件事情发生的话，我自己退党，也没有办法接受。那这个，比如说赖长的钱啊，他的卖的东西有到政治现金，还是放在他是这样子商店里面？无论是赖场或者是小英的部分，其实是跟一间公司去签这个专属的合约。那专属的合约之后呢，其实大家有党进总跟这个公司大家去谈妥这样子的一个分论，或者是其他的方式。进总也是这样子。我讲这个关键差别是什么？我感觉我曾经在其实暂停室我就讲过。柯文哲如果从头到尾不去讲募可这个是募款或者是捐赠，我觉得那个其实你也很难去说他到底确切的问题在哪里。但是有太多的案例，包括在这个检察官的起诉书里面，直接具体指证说，你们民众党无论是官网、脸书或柯文哲的论述等等，都是把募可的商业行为、募可的商品作为募款的方式去向支持者去推销，所以这就是关键的差，因为支持者没有办法去分辨像这个你们民众党说这个前期是这个前期是募款，后期是商品部分的是募款，部分的是商品。你没有办法去分辨，你只要看到民众党的相关论述或文讯，你认为我就是在捐赠，我在捐赠，但是你没有思考到的是，我捐赠的部分竟然是进入到一间企业、一间公司里面，这间公司到底跟民众党的关系是什么？不知道，而且这间公司还把肖像权450万汇给柯文哲的个人账户，赖商小布放在赖赏的进总，然后说来支持赖清德，来支持萧美琴，这不是一样吗？分成2部分了，肖像权是一部分了，对。但是所有去买这些，不管扁帽什么，都是支持他选举的啦。其实都是。但是支持跟捐款跟募款还是2回事。老陈，我跟你讲哈，口译哥也是选择性的讲对他有利的话，因为他太年轻了，你知道他以前的那个经过，他就不如周瑜修。你想周瑜修是蓝世聪的人啊，他绿的背景的历史好长啊。他刚刚讲的话是有道理的，因为你如果仔细分辨，听完周瑜修的话，你会觉得当年的阿扁很多作为跟你们现在的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但是毕竟也有不同的地方。你晓得一个人如果很红的时候，像阿扁当年那么红，或者像你们的阿北不久以前那么红，大部分人捐款不会捐给党部，一定捐给这个人，因为他们捐款的，尤其是大笔的，都想要让他知道，说我捐了，你捐到党部没人知道所以阿扁的钱比党部的钱多不晓得多少倍，但是呢，阿扁跟那个柯文哲的做法不一样，柯文哲就是一直在想他2028要选总统的钱，屯田计划嘛，没有，阿扁从来没有屯田，还有呢，阿扁的钱的那个捐的人的位阶的那个规模比你们科比大很多都是大财团然后大财团自己提着电脑跑官邸向夫人报告我可以捐多少？我觉得这一点共感他是总统了，他已经是总统。阿北是比较不行，你知道吗？因为阿北，你看那个13个那个什么 USB 那个东西里头其实大咖不多捐的钱还是阿北去要都伸手要就说我穷我要钱就阿北不需要这样，他们自动捐了但是呢。这个陈水扁那钱那么多以后，他就派他的部下
就提着钱，每一个选举总部去发钱了。去发钱，所以那个他女儿才讲说，谁敢说没有拿过我爸爸的钱，就是这样来的。但是呢，从来你看不出任何痕迹，说阿扁把这些钱用剩的就变成我的哦，他的钱海角几亿啊那些东西啊，跟这个的关系其实好像没有那么重叠哦，所以呢，如果要追究起来，以今天大家追究阿北的标准来追究阿扁啊。我觉得阿扁也有很多这个不能见天日的钱呐。不过就是说，就检察官看要到底用多少力量嘛。阿扁跟柯 P 其实最大一个不同，可能就在这个地方。阿扁到现在为止，他过去的部下没有人骂他的，一个都没有。骂什么？没有人骂他了，不然干咩了？柯 P 他每一个离开的都骂他，这我就不懂，一般也很少看到这种情况啊。哦，阿扁是真没有一个人骂他，再怎么样大家都不讲话这样哦。那柯 P 是，我也不懂怎么那么多出来骂他的，这点柯 P 真的自己要反省一下，到底怎么回事了哈？好吧，柯文哲这个起诉书说一个叫做傅东举，他真的蛮有常识的，我都不知道傅东举是谁。傅东举的爸爸傅作义我知道，在国民党要丢的时候，北平他是那个华北的剿总的总司令。那个时候呢，后来就投降了嘛，腹诽了，哦。那当然，老共的特别情况，老共一向是这样，就是说，你只要事先投降，就算你投以后，还给你一个官座，还给你个位置。你如果跟我负隅顽抗，我就赢了以后，你就惨了，要不然就关在秦城监，要不然就枪毙了哈。所以他这些人也知道，因为老共也不是第一次了嘛，到最后北京那是已经到最后的阶段的了哈。北平了哈。然后呢，这个傅作义呢，就是说那个时候他女儿就是共产党。那时候很多二代都共产党，那时候年轻人觉得共产党好啊，国民党那时候腐败啊，共产党新希望啊，共产党土地改革啊，共产党这个均富啊，所以那个时候讲说30岁以前不是共产党的没有什么血性，30岁以后还是共产党脑筋坏掉，但那时候都很年轻啊，所以共产党在大陆靠什么学运啊、公运啊，那个国民党为什么在台湾那么怕学运、怕公运，就被大陆被共产党吓坏了。好，猜一下吧，我小学的时候，很多我的老师。后来都不见了，因为他们都是大陆整批的年轻人，相信共产主义，然后一批一批过来台湾潜伏，然后后来变成老师，然后教我们。我后来学的歌才讲说，哇，那是秧歌哎，那多厉害！但是手写就会唱扭秧歌。然后这些被枪毙了以后啊，我们把它奉为烈士，他们也奉为烈士，这个是变成双面，这是时代的悲剧嘛。好吧，那这个他干嘛要搞什么傅东举计划？也就是说。子女会影响爸爸，哦，因为我们看民调，老的都不太支持柯文哲，哦，老的几乎支持率非常低的，那年轻人支持柯文哲，所以他们就希望呢，富二代、正二代，就是年轻的来影响他上面的人，所以他也找了云林张家的张家玉，张家俊啊，然后呢张明奇啊，他的孩子，那张家俊说没什么，我们反正就是认识一下而已，也没有怎样啊。那这个所以傅东举计划就利用二代去影响一代，哦，那柯文哲说呢，这个对准政商富二代，所以柯文哲其实很投机的，也蛮厉害的，坏蛋的，他真的是坏蛋这一点。然后呢，张家俊说你们不用过度臆测了，哦，不要太过度臆测了哈。那林楚元说蓝还敢合吗？人家白色把你们吃掉的。将来他柯文哲的计划说，将来要把国民党都吞下来，哈，你们还敢合吗？哦，那另外呢，这个傅作义当时是他的傅东举呢，还偷了他爸爸的情报给共产党。然后蒋介石这点也很失败，他一大堆学生军校出来，他旁边的人很多都是匪谍。哦，是什么资料都给共产党了，他旁边总统旁边的人也很多都是匪谍哦。真的是哈，所以他为什么他到台湾来以后草木皆兵哈，所以也不相信了。那柯 P 就仿效说傅东举、傅作义、共产党这一套呢，用在台湾政治圈哦。那另外呢，柯文哲还有一个屯田计划，目标呢是20亿屯田，就古时候那个军队到那边自己种田自给自足，目标募20亿哦。然后呢，还去跟妙天讲他的计划，妙天用一个手提箱一装就是1000万。哦，妙天就不急呢，哦，1000万给他哦。那另外呢，这个今天呢，立法院在审查这个公益揭弊者保护法了，
王一川跟这个黄国昌就拍桌子呛了啊。王一川就说啊，你们哦对那个这个朱雅虎一直骂，那朱雅虎不就是一个吹哨者吗？那你们就要保护，那应该保护朱雅虎啊！哦，反正就吵架了啊，这搞得不爽啊。那另外硬碟里面，柯文哲还自称说正是雍正帝，柯文哲好像也讲过，那当然他以为他讲就算了，说居然在这个硬碟里也有，而且还说蔡壁如说我是雍正帝，不会让你成为年羹尧了，哦，哇，这个后来蔡壁如果然说他是写给我的。哦，说我不能成为年羹尧，但是他是雍正帝哈。那另外呢，还传讯说陈毅齐军是死罪，你们不要批评我，批评我就是古时候皇帝，你敢批评皇帝吗？就死罪啊！我们看一下。北检起诉书不见汇款金流，倒是看到毁柯人设证据。曝光柯文哲副东局计划列出我们要接触的正二代名单，张家俊已见过，下一个找他弟弟。感受到说他是就是刻意来接触这种感觉，倒是没有，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正常，然后非常温馨的一个交流。另外，柯文哲在听完蔡壁如在节目谈话后，曾传讯给蔡壁如说：“今天看你上节目，但陈毅齐军死罪。”北检也公开柯文哲家讯资料夹内容，里头名为“朕”的档案写道：“朕是雍正皇帝，但绝不让你成为年羹尧。”而上谕的档案中写道：“朕不是明朝万历皇帝。”甚至还暗指邵秀佩遭霸凌，没有依照柯文哲指示被撤主管职。柯文哲还怒称永不录用，对柯文哲进行人格的羞辱。人格的谋杀，柯文哲也受过现代的医学教育啊，但是觉得他蛮封建的，还自比正啊。今天有谁敢自比正啊？正极法律，正极命，正极这个，正极那个哈。那为什么柯文哲这个要搞一个什么副东局啊？副东局，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下一段再来讲。王世坚说他曾经送过龙袍给柯文哲，你要做正我就送你一个龙袍。那另外呢，这个好，我们先谈为什么这个副东局你知道多少？你说副东局副东美啊？我觉得很少人知道傅作义的女儿叫副东局，很少。但是呢，这个近代史或者国学常识比较好的本土，对共产党比较了解的人，对比较在本土人士，像我这个年龄更年轻的。其实他知道的人很少，因为他们哪里晓得什么谁是傅作义，傅作义都不知道了，连傅作义都不知道，因为傅作义是最后这个投降之前北京市长嘛，而且是华北军区的这总指挥官嘛，所以傅作义的最后的投降让老蒋真的非常的痛心，因为你傅作义一投降啊，华北整个就守不住了，然后再下来就徐州这个淮海大会战啊，就一路崩跌。徐蚌会战，所以国民党如果讲到傅作义是咬牙切齿的，但是呢，没想到他之所以这样，是跟他女儿有关啊。所以他女儿，但是他女儿也不是我们现在想的是坏啊。不是，他就是一股热血，所以我们今日要回来讲到他的女儿傅东局啊，我们要去想是共产党厉害，还是国民党败坏？你觉得呢？你当然都有了，但是我觉得国民党自己的败坏要比共产党善于宣传更重要。当然那叫失望之余啊，就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嘛。但是柯文哲这个人，你看他喜欢的人，他崇拜的人就是雍正这样喜欢看雍正修理年羹尧啊，然后喜欢毛泽东在那个延安那些土洞里头的做法然后现在又崇拜这个傅作义的女儿他满脑子的封建，还有呢就是这个权力的这个操作，他很喜欢这个。他是很做，他在表面上看起来就是非常自由派非常跟年轻人站在一起但是呢，他的所作所为，我是给副秘书长做参考，你不要难过了我跟你讲过每个人有每个人见解。我跟你讲，这个阿伯最让人痛心，也最让人失望的，就是他 preach
就是他要传达，他要宣达他的理念的讲法，刚好跟他后半期所作所为，刚好 exactly 180度的相反，这一点让人痛心，你知道吗？因为相信的人就上当了嘛，被骗了嘛，你怎么可以变得那么厉害呢？所以我觉得，就回到此后阿伯要怎么做？阿伯要脱身干净，脱身是不可能。我觉得他可以检讨一下，我要牺牲多少，我要认错多少，我要最后呢，重点在哪里？就在重点在民众党的再生啊！民众党要站得住脚啊！作为台湾的第三势力，要站得住脚，完全靠这个阿伯要怎么做。那阿伯一旦决定明显要怎么做了，我觉得你们底下的人也好做啊。你觉得我看看张启凯，我看那个陈昭之，我觉得他们很可怜的，他们是真心还是假意啊？我尤其看到黄国昌，我更觉得你这个法学大家，你真的是晓得是非，还是不得已而这样？而且最重要的一点，阿伯一旦明白表示我要承认多少，我要认罪多少，我此生要怎么悔过，才能够让橘子在遥远的澳大利亚知所适从啊！南京，柯文哲因为他缺乏像国民党的那样的传统的地方派系，然后他刚上来的时候，他不是打台北市政府的5大案吗？郝龙斌时代的，然后跟商界的关系呢也不紧密哈，所以呢，我在这个起诉书里面看到，就是说他也是有个朋友呢，就跟他讲，就是说他要去洗刷他那种反商的这个形象哈，所以他就开始积极的经营这个部分。然后在之前的时候，他其实还闹出新闻来，就是在台北市政府有一位就姓焦焦姓的富3代在那边实习，然后没有透过正常的程序。那民进党的市议员呢许淑华在市议会质询他，柯文哲也认了他认了，就是说的确他没有照这个程序走这个是他的错。柯文哲利用他的台北市长的这个任内期间，的确有不少的富2代啊、富3代啊，到柯文哲台北市政府那边实习，然后培养了他的这个年轻的一代。我觉得这也是呢，他利用了他在青年的学生的这边的形象然后从这边呢要来去回头去影响他们的父母但我觉得比较令人诧异的就是他在因为检方可以有这段什么副东局这个铺路的这个计划，但是因为他给周瑜修传的这个简讯我们一般人再去讲到说，你说你要去跟国民党的那些正2代啊、正3代这个交往，就交往嘛，你怎么会想到是要用副东局计划要去推动呢？可见得呢，他心里面呢就是对于毛泽东共产党的那一套真的是信徒是深信不疑的，而且他讲过他很了解毛泽东对，我觉得这是很令人诧异的而且呢副东局当然在这国共的内战的这个历史上，他当然是一个很关键的角色，就在于他这么年轻才是中学生的时候，他就加入了这个中共地下组织。然后呢，后来呢，因为他爸爸是蒋介石身边的大将然后就搜集他爸的情报，搜集这个蒋介石军队那边的动态就传给这个中国共产党。然后到最后呢，傅作义投降的时候呢，那个议定的那个计划，他也在里面扮演很关键的角色。结果北平不战而降城门大开和平解放这个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面来讲，当然是一个很光辉的一页。可是你想想看，当柯文哲呢念兹在兹想到的，我就是要怎么样去利用这种官2代、富2代、官3代来去瓦解你们国民党的内部、企业家的这个内部的时候。你不觉得你们算是正2代、富2代？我也想，我也想补充，我不是正2代，我也想奇怪一个，我觉得细思极恐啊！你知道柯文哲崇拜毛泽东，大家都知道，所以他取名的计划叫做副东局计划，其实不意外，因为他喜欢毛泽东嘛。但是柯 P 搞出一个重点要知道当时为什么会有这个副东局计划，是因为国民党是共产党的敌人所以共产党才要想办法去积极拉拢策反国民党高级干部的子女那现在国民党是民众党的敌人吗？
不是嘛？是啊，在这个选举的时候，所以表示竞争要成功，他真的敌人到底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都是，对，感觉很奇怪啊。所以蓝营这要注意啊，对，蓝营要注意，他要瓦解。每个政党本来就是竞争又合作啊，本来就是这样子。对于蓝营而言，老实讲，对于民众党，包括柯文哲，我老实说，已经是相对非常友善的了。但是民众党包括柯文哲的想法是什么？副东局计划好听点叫副东局啊，讲难听点就是挖蓝营墙角计划，一直找蓝营的2代3代，对，所以民进党感觉起来好像表面上跟民众党关系很差，可实际上柯文哲想要下手的对象反而不是民进党，是国民党，所以整个蓝营包括我们高层要注意一下，接下来蓝白之间到底该怎么合作，那个尺跟那个界限可能要抓准一点。还有合作，可能会有，因为立法院还是会有议案的问题啊。立法院他们还是要合作的。我觉得我首先讲，我跟乃金姐看到同一件事情，就是他在这里面花很大的篇幅在讲，他甚至自己写给自己说，他这个连任的时候要注意的3件事情。第一个是反商的形象洗刷，第二是大巨蛋，第三是敬老金。我觉得我看到这一段话的时候，我觉得哇塞，那柯是真的，他的人设是在这一刻会崩解哦，因为他在过去很长的时间，他怎么样用力气，不管我们国民党怎么跟他讲敬老金的重要性，是长辈的尊重，告诉他很多道理，但是他总是义正辞严说我们有更好的，不需要这样，这是买票，这是制造年龄的怎么样的。结果他其实在心里觉得他其实做错了，而且为了选举的时候这件事情他应该是要弥补。再来就是他上任的时候靠着打大巨蛋，靠着对远雄的那种磨刀霍霍那个气场，可是没想到在他心里他觉得他也是做错了，这也是他自己要改的。再来就是洗刷反商的这件事情。那刚刚大家讲到副东局，其实我看法跟博弈有点不一样。我倒不觉得这件事情完全针对国民党来哦。你怎么说？这副东局计划是国共内战，刚刚大家都讲，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的女儿，她因为中日战争在这个南北联合西南联合大学那时候被共产党吸收，所以回到华北去之后呢，她一方面偷她爸爸那边来的情报，那二方面呢，最后在这个平津战役的最后阶段，代表共产党去说服他的父亲投降，然后让北平和平解放。但我觉得柯文哲看到的是很表面的故事，就是在陆剧当中，这个女儿因为加入共产党，所以劝降了爸爸。可是你要注意哦，她被中共吸收的时候，跟她当间谍跟说客的时候，其实那个时空是不一样的。那你在起诉书里面，当然我们看到说，哦，这个他先看了张家俊，然后还说谁人是张家俊的弟弟，我要去找他这样，然后还讲到竹东镇长的女儿，所以很多人会说，哦，他这针对国民党而来。我特别去查一下谁是竹东镇长，还有他的女儿是谁。我觉得民进党不用太幸灾乐祸，因为这个竹东镇长在2022年就退出国民党，无党参选，而且2023总统大选他是公开支持赖清德的，所以你说柯文哲要去吸收他的女儿，亲近他的女儿，到底是他挖的是蓝2代还是绿2代？这可还真不好说。我简单补充一下，我还没讲完。但是我觉得起诉书有一点让我觉得不能接受，就是他用很多这个章回小说的堆叠法，就是他想要去塑造刚刚讲这些怎么副东梅计划，他去塑造柯文哲是一个贪婪，想要跟富2代、富3代结交，甚至他还讲到说市长是用了很多富2代、富3代，所以要去堆叠出柯文哲想要攀交这些有钱人的那个贪婪的嘴脸。可是那是起诉书，不是脸书啊！我觉得你要嘛就讲出这些富2代、富3代给了他什么实锤的好处，或者是一些不法的事证，你不能用这个去堆叠柯文哲其人。你写的是起诉书，不是柯文哲传记，可是那个笔法看起来，我觉得很多的章节是很小说。谢谢佩君的补充哦。最后其实你这样谢我会害我被骂。没关系哦，北于市没关系。柯文哲副东局计划要拉你的孩子。柯文哲律师其实就在庭上就讲过，他觉得抗议这次搜索市政遭到滥用就是这样子。你搜了一大堆东西之后，然后你开始编故事加一点东一点西一点。其实副东局计划，我常常听到主席在讲，他虽然不是讲这3个字，是因为他到各地去有见到蓝的政治人物、绿的政治人物，政治人物都会跟他讲说，我的小朋友，我的2代。我的小朋友，他有心要从政啊，他也很喜欢，因为年轻人比较喜欢柯文哲，这是真的。他就说来啊，来我这边党部实习啊，或者来哪边实习啊，所以渐渐的他就会知道哪边的比如哪个镇长或者哪一个局长的，或者是哪一个市长的小孩，其实他是跟柯文哲是比较友好或是比较亲近的，所以他就说那给你这个机会，其实根本就是让从政的年轻人有机会而已，而不是说怎么样把它颠覆成怎么样。那后来跟周宇修聊天的时候，当然他们在聊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比较戏谑或比较讲的这种方式，就被拿出来变成塑造出柯文哲是一个哎呀原来有这种邪恶的计划要去颠覆国民党，其实我觉得这不公平。补充一句话，我觉得柯文哲的幕僚建立他这个反商的形象要洗刷，由这句话
他也听进去了，于是就看出来，他是一个完全没有核心价值的政客嘛。懂得修正。你反商就要一路反商，对不对？怎么可以改成那么厉害？不是，他这个分阶段了。柯文哲在当市长的时候，他当选了嘛，他真的也不需要这些商人了。他其实市长台北市资源也够多嘛，但他要选总统或者要搞个党就不一样了。他一个人孤家寡人，一个人什么都不用，我这一个人干就好了，我形象好就可以了。等他一搞一个党，发觉哇，他讲过很多次啊，这党啊，这对不对？要钱要人啊，那他都没有啊。然后呢，选总统更哇，那个规模更大了，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想说，我以前的做法是不对的，所以我要开始跟广结善缘，也不能去反商，商人蛮重要的，你小老百姓捐钱能捐多少嘛？对不对？你那个什么小厂能捐多少？那个商人那个妙天一来就是1000万了，其他商人拿了现金多少来啊？对不对？你只是不知道而已啊。那大老板很多，就像你讲陈水扁，你说就没有人去找柯文哲吗？他才知道说这些人才他将来要当总统，非要结交了嘛。你怎么把反商跟妙天友连在一起？不两回事了。就是说，基本上就是你妙天都捐1000万，那个大商人可能捐更多嘛。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金华城案呢，检方说这个柯文哲擅自开后门，就大家都反对，几乎他就非要给他，然后呢，图利威金小省，图利金华城121亿哈。那也有人说现在价钱更高了哈。那这个郝龙斌说呢，图利罪绝对成立的，收贿不敢讲，收贿要证据嘛。那你是对这个那个威金小省那么好啊，这不是假的啊。所以郝龙斌认为说图利，而且郝龙斌说都不敢呐，宁愿冒着被监察院这个纠正的危险，都不愿意去放392就是他们很坚持这一点哈。那另外呢，这个郝龙斌说柯文哲的形象已经受损了，要证明他完全清白很困难的哈。那另外呢，这个议员也认为说金华城不应该继续盖了。那都发局长哭了，说他蒙受巨大的压力。他说我们都发局同仁最近蒙受很大的压力。不盖也有人骂我们，继续盖也有人骂我们。他不过呢，不久就会举行专家学者的第一次会议了，因为现在至少被起诉了嘛。那另外呢，这个苗博雅议员说呢，这个没想到这个如果从检方起诉书发现此案除有不合理的容积奖励，柯文哲的政商关系也是千丝万缕的检察官，当你们说检察官可能故意像写小说，那检察官很有意来增强他的这个证据了检察官就事先为什么要放那么多消息？就先把你这个形象搞坏了，以后就表示他的起诉是对的。这检察官常用这一招那也不是只对柯文哲了金华城这案子这个结束以后，蒋万安说起诉书按照起诉书依法办理。台北市都发局说不排除停工，现在有几案，一种是停工一种是叫他自己把这个容积率还回来等等那另外呢 ，TVS 做了一个。2026年台北市长选举，明天投票你要投给谁？对比好多人，蒋万安对王世坚是56-27，蒋万安对苗博雅是59-28，蒋万安对吴思瑶是60-24，蒋万安对郑丽君是61-22，蒋万安对庄瑞雄是64-49，都大幅领先了所以看起来蒋万安民进党要扳倒他不容易民众党也不可能那另外呢，这个吴思瑶还说苗博雅应该出来那苗博雅其实民调也不够高了那另外呢，这个满意度不满意满意蒋万安的这个56%那这个满意王世坚的27%，没有决定的17%好，那么这个是满意度那郭正亮也说呢，吴思瑶应该出来选啦不要老是点名这个苗博雅。然后我们看一下。柯文哲因图利金华城案被起诉，不过这一天工地照常施工，似乎不受任何影响。这个容积、这个审议就是违法的，所以亡羊补牢最好的办法就是立即停工金华城。我想我们都已经成立府级的跨局处小组，也是由李思銮副长担任召集人。我们也会针对如果起诉之后，起诉书的内容，整个案件事实到哪里，我们就会采取相对应的作为。是否即刻停工？市长不松口，毕竟此案目前只是起诉，
非宣判。现在呢，我们正在研究这个起诉书的内容，也会在接下来呢的2周之内，由李副市长担任召集人来召开行政调查小组会议。停工与否是不给期限，最晚1月9号有答案。只是届时停工，就怕工地变成烂尾楼，而就算继续盖，目前也只能盖到2楼，因建管处已不受理楼地板施工勘验。若顶月愿意同意市府10月开出的条件，吐出20%的违法容积奖励，就地合法。会不会是选项之一？顶月错过了这个机会哦，这一份都市计划的变更是势必要撤销。怎么蒋万安会如此的天真浪漫，觉得可以叫强盗把他抢的钱放回我口袋？这已经不只是树懒市施政了，这只树懒恐怕也不太聪明了。听起来朝野议员不买账。来，这个赵伟。我是这样觉得，我的看法稍微不太一样，就是说市府处理这个议题哦，必须非常谨慎的处理，因为这涉及的金额实在是太庞大了，利益也太庞大了。所以如果市府如果确定要朝这个停工的方向走的话，一定要确定这个法律的相关依据是站得住脚的哈。那当然起诉书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依据，但是不是之后还有其他的一些事证？所以我的看法在维护市民的相关利益上面是这个态度啊。但是我还是必须去讲一下哈，刚刚那个民调看了，当然确实会很灰心，那现在离选举还很远啦，那当然蒋万安，我觉得我自己是作为台北市议员，他确实要绊倒他有一个高难度在了。那蒋万安其实在台北市，其实无论是民进党，无论是苗博雅而言，大概民调确实目前大概是有所落差，所以这个部分其实确实民进党要继续的努力。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在柯文哲议题上，在这个金华城的议题上，确实也都是给蒋万安很大的难题，可能也会成为未来选举素材。我郝龙斌啊。特别的值得提一下，他就是一个正派的君子。我今天有听到他评论柯文哲这桩案子，然后呢，他也批评了检方在有关于1500的这个部分呢，证据上面呢是不够有力的啊。他说图利呢虽然是看起来就是图利了，但是在于有没有收贿行贿的这个部分呢，证据力是薄弱，而且特别呢，蒋万安有提到，就是在这整个金华城的案子过程之中。都委会啊，然后都计处呢，很多的官员呢受到了那种无比巨大的精神的压力啊，甚至于有些的科长因为不配合，还因此被调职。郝龙斌啊，不是郝龙斌对，不配合因而调职，所以他特别的提醒蒋万安市政府呢，要对于都计处的员工啊留下来的这些的员工，坚持他们的立场，员工要给他们加油打气。然后我看了起诉书这么长的这个起诉书里面呢。其中特别有2位，一位都计科聘用帮工程司，一位李姓工程司啊，还有都委会的执行秘书，因为刘姓的这个执行秘书，他们都是在有上面已经有意向很清楚的情形之下，还是依然反对给。金华城这么高的这个容积率，然后这个很倒霉的这个刘姓的执行秘书呢，柯文哲还在这个都委会可能又做出了一些比较不利于他们处置的时候呢，他竟然叫他的秘书传讯息给应小薇，然后应小薇呢因此就骂这个刘姓的这个秘书。如果这些部分呢，检方没有加油添醋的话呢，那柯文哲真的是很该死。从某个角度吃里扒外了。勾结跟那个议员勾结去骂那个官员公务员。对，我觉得这个未来的市长怎么选啊？现在民进党你要知道是不会赢，但是应该有人很想选，因为像这样的市长选举，你输了还是赚很多钱啊！现在竟然连选都不敢选，不是柯文哲不，有其他的方法。但是呢，我至于说这些如何善后，我觉得府会要一家以市民的最大利益为考量，不要都变成烂尾楼了。然后老陈，如果你根本连当选希望都没有，你跟募款很难募的。所以这个在努力在这一方面啊。我觉得民众党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之前把自己的形象塑